墨子，墨子，你听说过原罪吗？原罪，那是什么？就是人类生来有罪。为什么？因为人类的祖先犯了罪，所以之后从他所出的人类生来就带着罪，因罪就会死，因死而所有人同在这罪里，这就是原罪。那人类的祖先到底犯了什么罪？说来听听。听说从前有一天之上帝，他具土成形，按照自己的模样创造了一个生灵，取名亚当，安置在伊甸园里。上帝告诉亚当，这园子里的果子你可以随便吃，只有那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能吃，因为你吃了之后必定因此而死。然后上帝用亚当的一部分给他做了个帮手，一起看管伊甸园。亚当叫她女人。一天，蛇告诉女人，即便吃了那树上的果子，你也不必然会死，还能变得和神一样，分别善恶。于是女人开始觉得那树不仅可口好看，还能增长智慧。既然吃了不必然死，不如吃了试一试。而跟女人一起的亚当也吃了女人递来的果子，最后被上帝发现，赶出了伊甸园。从那时开始，他们就变成了人。亚当把女人叫做夏娃，他们一起堕入尘世，开始品尝做人的苦。这就是人类的祖先犯的罪，这样的原罪，你怎么看呢？这不就是个灵性被欲望打败的故事吗？这么简单的吗？很简单，人的灵性从诞生之初就处在神性和魔性的交织里，一开始是一团混沌，就好像亚当和夏娃一样，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，不分好坏，没有彼此。亚当是夏娃的人形，而夏娃是亚当的灵性，人形和灵性交融，成为一体，一起来到这个世界。所以一开始人就是一团混沌，面对这个世界就好像面对蛇。这样的人并不知道，在五彩十色的世界里，一条彩一道色就是一条蛇。蛇是魔性的显化，而欲望是蛇的表达。只有当人从内而外产生了欲望，才会想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实，魔性才会增长，而神性则会消退，欲望最终打败灵性。但人不知道的是，即便吃了这果实，只要人有欲望，就注定无法分别善恶。为什么有了欲望就无法分别善恶？来看看这些欲望。我怎么可能分别不了善恶？妈妈连糖都不让我吃，可阿姨天天给我送糖葫芦吃，那肯定是给我糖葫芦的阿姨对我更好啦。小孩子才会分不清善恶，大人当然不会。可汗说了，只要拿下那个草，我们就不会饿死。难道只是让自己活下去也会是个错？怎么可能？绝不可能！看，那都是没有真信仰的恶人，他们分不清，是因为没有真信仰。我们当然不同，教主说了，只要我们坚持真修炼，死后都能成佛。既然我们都能成佛，怎么可能分不清善恶？所以别说是生病，就
就算是死，也不过是在消除业报。只要是真修炼的，那时候一定会。教主，他是否已去往西方极乐世界见？教主，伙计，你听到没有？那些傻逼在说什么？西方极乐世界？我们都蹲这个窝点好久了，他们怎么可能去极乐世界？看到了吗？这些难道都是坏的欲望？吃糖的欲望是小孩子的单纯，生存的欲望是草原人的底线，求善果的欲望是修炼者的向往。难道好的欲望就一定会带来好的结果？你忘了什么是染吗？忘了的话，点击这里，看看这里，温故而知新。所以说，好的欲望也不能有吗？欲望就是欲望，没有绝对的好，只有你自以为是的好，仅此而已。难道你认为人都是因为想变坏而变坏的吗？ No。 所以，一旦有了欲望，哪怕是好欲望，人也无法分别善恶了吗？没有办法，因为有了欲望，就有了善恶分别，而有了善恶分别，就不可能有100%的认知，没有100%的认知，就不可能得到真知真觉。即便获得的都是事实，也不过是片面的累积，而不是全部的真相。既然无法获得真相，又怎么可能分别善恶呢？就像面对蛇，面对蛇，蛇说的话难道不是事实吗？蛇告诉夏娃，她吃了果子也不必然死。那么夏娃真的死了吗？蛇的确是勾起了夏娃的欲望，灵性中产生了成为神的欲望，让夏娃蒙蔽了双眼。正因为被自己的欲望迷惑，夏娃才会忘记了自己一直与神同在。所以哪怕是禁果，既然好看可口，又不必然会死，为什么不试一试能够变成神的机会呢？于是那个主动吃下禁果，让欲望最终打败灵性的，始终是夏娃自己。不过好笑的是，蛇说的是事实，夏娃吃了那果子真的不必然死，而只有在人形亚当同样吃下那果子的时候，一体的他们才会一起堕入人间，流转于生死。你说他们真的死了吗？其实并没有，只有无穷无尽的人形在生老病死间的轮回而已。你说他们活着吗？也并没有，因为灵性和人形一起堕入尘世，就会忘记自己永生的事实，以为自己被死亡裹挟。所以说，上帝必然是对亚当说了事实，人形确实会死，但蛇对夏娃说的也是事实，灵性确实不必然死，只是亚当和夏娃只知道了事实的一半而已。所以从此之后，变成男性的亚当失去了自己的灵性，在生老病死间流转，而变成女性的夏娃一入胎就会忘记自己的灵性，被人形所困在人间。这样的因果轮回，不就是人有了欲望就无法分别善恶最简单的例子和最直接的结果吗？原来吃了禁果并不是原罪，而欲望才是一切的开端。的确如此，欲望是人堕落的开端，但如果一定要说这是一种罪，也并不尽然。毕竟灵性会被欲望打败，也就可能打败欲望。一旦灵性战胜了欲望，一切的堕落就会反转，也就说不上是什么罪了。因为这罪，人是会死，但最终会死的人不一定都有这罪，
知错能改都善莫大焉，知罪能改，善不是默默大了吗？哇哦，なるほど。既然欲望的发生是堕落的开端，那脱离欲望是不是就可以结束堕落？可以，但说的简单，却很难做到。为什么？既然知道欲望是个问题，人们为什么不想解决它？因为人们在如今的世界过得舒适而不自知，这就是沉溺于欲望的表现。所以绝大多数的人，别说脱离欲望，就连正视欲望都很难办到。为什么？比如，你愿意一天不刷手机吗？你自己都做不到的事，又为什么要求其他人做到呢？所以你明白了吗？即便知道是有害的，但只要能满足自己的欲望，人们也不一定愿意脱离。这就是人生的毒品，悄无声息，但容易上瘾。戒断的几率无限趋向于零，这就是欲望，怎么可能说断就断？那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吗？不妨从节欲开始。节欲？不是节欲，而是节制欲望。对欲望清楚明了，但不求消除，也不妄想脱离，而是让自己的欲望保持在不伤害自己，也不伤害他人的平衡里。可能这才是更好的方法。可你刚才也说了，人有欲望就分不了善恶。那我既然都分不了善恶，又怎么能对欲望清楚明了？又怎么能知道什么样的欲望不伤害自己，什么样的欲望不伤害他人？正因为如此，才更要节欲，如此这般，才能让自己的欲望被约束在小小的范围里。好的欲望无法延展到物极必反的状态，就不会变质；坏的欲望无法覆盖到大众规模，就害人有限。欲望得到限制，就是一个正向的开始。至于无法知道欲望带来的结果，还是去复习下来吧。点击这里，看看这里，温故而知新。